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今天我们解读博伊西州立大学关于自动化安全架构的研究。该研究提出将安全护栏下沉为基础设施级的权限层。这套方案通过策略优先的显示约束和预算控制，实现了与具体模型无关的审计能力。实验证明，该架构能显著提升违规拦截率，为各类自动化调用提供可量化的安全保障。建立安全层的紧迫性源于不可逆风险。自动化工具一旦拥有修改现实的能力，单次错误调用就会导致文件删除或配置覆盖，失控的重试循环和凭证泄露，还会带来极其高昂的修复成本。目前底层执行环境对逻辑错误缺乏防御力，这正是自动化工作流面临的核心痛点。面对这些风险，仅靠模型提示词构建的护栏非常脆弱，现有的架构验证只能捕捉类型错误，对运行时的破坏性逻辑视而不见。由于模型无法处理物理环境的状态损坏，重试机制往往会放大负面影响。更严重的是，针对大模型设计的提示词完全无法抵御传统脚本或人工误操作带来的威胁。研究者提出确立全新的安全边界，核心是将护栏下沉为基础设施级的强制执行机制。该架构不再试图单纯让大模型变聪明，而是要让底层执行环境变得绝对安全。通过引入显示约束和风险感知网关，系统实现了可审计的拦截与恢复控制。这意味着安全防御不再依赖调用者的智能，而是由环境本身提供硬性保障。策略优先架构通过标准化的流水线实现。执行点 PEP 部署在网关层，强制拦截所有底层工具调用。决策点 PDP 结合上下文与预算，动态产出允许、拒绝或需审批等指令。所有行为都会被审计日志完整记录。整套设计实现了模型无关性，确保脚本、AI 助手或人工操作都处于统一的策略管控之下。该架构将5大核心滥用场景定义为防御目标。首先是防范不安全的副作用，如拦截工作区外的恶意删除。系统还针对无效调用、预算违规以及凭证泄露建立防御。此外，它能识别状态损坏，防止部分写入产生数据重影。这套威胁分类学为自动化环境划定了清晰的安全边界。在具体技术实现上，全维度策略机缘超越了基础的结构验证。工具门控通过白名单机制实施硬性拦截，而参数约束则支持正则匹配与路径检测，有效防止目录穿越。通过引入跨字段不变量，系统能处理复杂的互斥逻辑。最后，类似污点追踪的输出脱敏机制，确保了密钥不会因回显而泄露。在策略机缘基础上，系统进一步引入运行时预算与韧性恢复机制。资源预算体系精确定义了最大调用次数、重试上限和成本天花板。通过内置熔断器、指数退避和抖动技术，系统能有效实施智能恢复控制。这些硬性限制在物理层面阻断了由模型幻觉引发的死循环重试风暴，从而防止故障产生破坏性的涟漪效应。在预算控制之外，系统还引入了风险感知与动态审批网关。通过加权风险计算公式，模型能结合工具敏感度、参数危险系数和上下文动态评分。当风险分数达到预设阈值时，自动化操作会自动挂起。这种按需审批机制仅针对覆盖核心配置等高危操作，在执行效率与系统安全之间取得了平衡。上述复杂的安全逻辑可通过简洁的策略定义语言实现，只需几行代码即可完成边界沙盒化、拦截路径越权以及引入高危操作的人工闭环。例如，通过设置每分钟最大调用次数，可以轻松实现熔断防刷。这种 DSL 让企业能以极低成本构建起严密的自动化安全网。为验证该架构的有效性，研究团队设计了严苛的标准化基准测试。测试包含5大任务套件，通过225次受控运行，全面覆盖了正常、故障及滥用3种路径。实验中故意注入了路径穿越、危险命令和敏感数据泄露等滥用行为，并模拟了网络超时和速率限制等各类故障。这套100%可复现的框架能全方位压力测试系统的防御韧性。为了适配不同的安全诉求，研究者设计了5级阶梯式策略包，从无防护的 P0 到仅有结构验证的 P1， 再到具备工具门控的 P2， 防御能力逐步增强。核心防护始于 P3，
它引入了深度参数保护与成本控制，而最高等级的 P4 则全面启用了动态风险审批与全局脱敏，实现了全方位的武装。这种灵活配置允许系统在不同场景下动态调整安全强度。违规拦截率 VPR 的量化结果显示出显著的质变。在 P0 到 P2 阶段，系统对注入攻击几乎毫无抵抗力，拦截率均为0。但到了 P3 阶段 ，VPR 骤升至 0.597，P4 更是达到 0.681。这证明了深度参数约束与运行时预算是实现安全防御力跃升的绝对核心。仅靠基础门控或模型自身能力，根本无法阻断绝大多数不安全操作。一个违反直觉的发现是，严苛的检查反而提升了执行效率。P95 尾部延迟从 P0 的 14.65 毫秒大幅缩减到了 P4 的 7.04 毫秒，这证明安全并不一定要牺牲速度。策略层能在极早期阻断必败的操作，避免了底层工具陷入漫长的超时等待，从而极大地节省了系统的整体等待时间。除了优化重试，严苛的检查机制反而提升了执行效率。P95 尾部延迟从 P0 的 14.65 毫秒大幅缩减到了 P4 的 7.04 毫秒，这证明安全并不以牺牲速度为代价。因为策略层能在极早期阻断必败的操作，避免了底层工具陷入长耗时的超时等待。这种早断机制节省了系统资源，实现了安全与速度的双赢。在性能提升之外，该架构在数据防泄漏方面表现卓越。通过基于规则的输出、净化和污点追踪机制，系统能精准拦截凭证与私钥外发。在注入敏感密钥的严苛测试中，泄漏拦截召回率稳定在 0.875。这套机制彻底切断了非授权的网络数据外带途径，为核心敏感信息提供了坚实护盾。研究者通过帕累托曲线直观展现了安全与效用之间的量化权衡。数据对比显示，从 P0 到 P4 虽提升了安全性，但任务成功率也会有所下降，同时可能增加极小的误拦截率。这一发现的核心价值在于，它首次让工具能力的取舍变得可见且可度量。架构师可以基于这些基准数据，根据具体业务场景灵活选择策略平衡点。在提供严密防御的同时，系统具备极佳的可解释性，每次拦截都会在终端提供详尽的阻断原因与修复建议。例如，当文件写入请求被拒绝时， UI 会明确指出操作必须在工作区内，并给出具体修改方案。这种修复指引机制大幅缩短了开发者的平均修复时间，让拦截不再是进度的终点，而是高效协作的起点。在实际场景应用中，该架构能有效阻断破坏性连带反应。以递归删除为例，无防护系统可能导致自动化工具波及系统根目录，造成毁灭性后果。而通过工作区沙盒化策略引擎，能瞬间捕捉路径越界特征，并在网关层实施硬拦截。这种防御机制确保了所有破坏性操作都被限制在预定的沙盒区域内。在沙盒隔离之外，系统还通过策略账本和键值验证，确保状态一致性。当执行部分写入时遭遇连接中断，传统的无脑重试极易导致数据重影或环境污染，而该架构能通过 KV 账本强制验证密等性密钥，精准拦截无效的重试请求。这种机制确保了工作流在异常后能实现无损回滚或平滑继续，从根本上保障了系统的密等性。基于研究成果，作者为企业提供了递进式的安全实施建议。第一步是基础建设，必须摒弃单一的类型校验，以工作区沙盒作为最低准入门槛。第二步是核心切入，通过引入参数约束和运行时预算，获取最大的拦截率收益。最后是高阶增强，需要克制地使用审批网关，并结合业务上下文进行全局脱敏。这套指南为自动化安全落地指明了清晰路径。这项研究的核心结论是，安全不能仅寄希望于模型的聪明与克制，而应作为底层基础设施被固化。通过策略优先的工具架构系统，确立了不可逾越的安全边界。实验中显著提升的拦截率与系统韧性证明，只有将安全工程化、精确度量，才能真正赋予开发者拥抱大规模自动化的底气。